他们不断的试射飞弹啦，或者是制造紧张情势啊，然后让大家看到北韩或者我们称之为朝鲜的存在。但是这一次呢，虽然大家都觉得说朝鲜半岛短期之内应该不会发生任何的战争，但也没有人能够把它不当一回事，因为毕竟它的动作很大，不管是炸毁铁路啦，然后部队开到前线啦，然后或者是修线啦，然后直接呢说拒绝统一啦，然后呢把这个韩国就列为他的敌国。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讲的是大韩民国跟朝鲜，好，这两个必须要把它分开来，所以是韩国跟朝鲜。那这个整个的朝鲜半岛的情势，因为俄罗斯现在站在朝鲜的后面，全力的支持，而韩国的背后呢，美国则是面对了选举啊，所以它出现了很多的复杂的情势。我们究竟要如何的来看待？我们现在被迫要跟着金小胖来看情势了。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包括了姚浩明姚老师，大家好，有没有欢迎？还有郭正亮郭博士，大家欢迎。那我们就先从金小胖的动作开始说起啊，金正恩的动作开始说起。北韩呢，除了炸毁铁路之外啊，很重要的是还发动了修宪。他们修改宪法，然后开始呢不再讨论统一这件事情，拒绝统一，他们要完全独立，而且把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在台湾，我们其实还是习惯于称之为南韩、北韩，但事实上，我们也许更进一步的必须称之为朝鲜跟韩国。虽然我的改口速度很慢，可是呢，大家要理解，就是说，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更精确的知道他们现在的相对位置点啊。那么，这个朝鲜呢？我们很重要的金宇镇哈，他就提到说呢，这个因为现在他们看到了无人机渗透到平壤，虽然说是民用无人机，但是它能够穿越重重的军事关卡，然后到平壤，所以对于朝鲜来说，其实不是传单的问题，而是军事威胁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动作会如此大。他们认为呢，这几件事情呢，不是韩国军队能够做到的，而是美国要应负全责。所以呢，他们对准的目标还不准是韩国，很重要的是美国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面对着韩国面对着朝鲜炸铁路、修宪、部队开到前线等等所有的作为，那么韩国这边呢，就请了美国、日本，然后还有这一些荷兰啊，这一些欧洲的这一些同盟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然后呢一起组成了11国的多国制裁监督小组。其实之所以要成立多国制裁监督小组，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请联合国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联合国的安理会，俄罗斯一定会投下否决票。那么，中国大陆会投不投这个弃权或者否决，我们现在不清楚。可是至少，为什么说俄罗斯一定会投否决票呢？因为俄罗斯跟朝鲜呢，在去年6月呢，签订了这个全面战略伙伴条例，那么明确的将两边呢列为一个共同防御体系之后呢，像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哦，我们看到说，那么韩国这边就提到说，联合国短期之内是不会有任何的回应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则是明确的表态说，与北韩的，就是与朝鲜的共同防御协议，意思很清楚，所以那一个强烈表达的态度是很强的。所以朝鲜半岛的情势，它不只是朝鲜跟韩国的动作，很重要的是美国以及俄罗斯还有中国大陆这个整个的大国在这个半岛当中所采取的一些态度，所以永明怎么看待？先说那个朝俄共同伙伴协议，也就是朝俄同盟，是今年是今年6月。对，是今年6月。我经常用一个说法来比喻，我觉得美国、韩国、南韩、日本把北韩当作提款机啊，那什么提款机呢？也就是区域紧张啊，以及国内政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要制造区域紧张以及国内政治的这个移转的时候，北韩是最好的提款机啊。那北韩有核武
北韩是一个大概对外相当程度还是比较封闭的啊。那台湾人其实可以去北韩去观光旅游，我有好多朋友都去过这样子。那我也见过一些北韩人。我们大概在2000年之后呢，在一些这个亚洲的安全论坛会议当中啊，那其实是有一些北韩人来。那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大概他们都来2个人，一个显然是党的啊，一个是这个学者。那党的那个都不讲话，那学者的呢发言我们都很惊讶，概念掌握清楚，英文流利，然后有3次都不同的学者，每个人都非常优秀，这让我想到，大概在1998年之后呢，我们在亚洲的这些安全论坛当中啊，开始接触到越南。你不要看现在的越南，那个是在20年前的时候，越南其实刚开放，大家会觉得说，哇，越南这个是不是了解我们这些安全概念啊，或者西方的这些说法等等？哇，他比你还熟悉，显然是有备而来。那你觉得朝鲜这些学者哦，你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侃侃而谈，然后流利英文流利，然后概念清楚，他有没有顾忌呢？因为旁边你说可能有一个党的代表都不说话，你觉得他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完全没有顾忌？哦，真的哦。那个党代表不说话，可能是英文不太行而已。因为他们这个咖啡时间的时候，都会跟南韩的在交往，在谈那个愉快。我就问南韩人呢，他们怎么样？我说这跟你我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不要太低估北韩。但是呢，我讲提款机的意思就是，你看现在尹锡悦民调是多少？25是支持率。对，反对率71.6。对，然后呢，他基本上在国会是小党。然后他的太太虽然不起诉呢，可是这个媒体还是不断的批。那再加上就是跟美国跟日本这样子的变化，然后马上会面临到川普如果当选的话，然后你会看到他已经开出价码了，50亿美金啊，要韩国人付，因为韩国人很会赚钱，他们是赚钱机器，川普这么讲的，所以他会面临很多的压力。这个时候怎么样？一个南北韩危机不就解决一切事情？这是基本上最好的提款机。所以你觉得朝鲜这一次的行动真的是被南韩刺激出来的？我觉得一定是因为那个无人机不可能会是民间这样搞。对呀，屡见不鲜，类似的事情我们其实过去这20多年来太多次。但倒过来，朝鲜、北韩把南韩也当作出气包而且他就是美帝的代言人。自己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或者是大家不注意到他的时候呢，或者他有一个怎么样的需求的时候呢，是一个移转，也许他国内的问题，或者是引起区域的注意的时候，他就对南海开始采取很多动作。我有同学啊，我很多同学做很多高官，我有同学做过，现在是他这个尹锡悦统一部的部长，现在是Kim Yong Ho。那是你同学？就大学的同学，没研究所的同学。康达也是他。也是你同学。对，康达也是你同学，我记得。对。然后呢，之前在做就是另外前面那个就是统一部长也是我的朋友。到韩国去的时候，我们台湾跟韩国在政治上的互动其实是很低调的对。那但是部长跟部长之间的会面是比较少，几乎是没有，尤其是在首尔。可是呢，就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告诉你，北韩这边会突然这个水坝会这个放水，因为它基本上其实河流是流过来的，然后呢会让一些人跑到，因为在就是说那个38度线那边呢，你隔着几个公里就会有一个关哨，那他就会不时就会有一些人就是过来然后呢河流上面会有一个大箱子箱子一接就这样就会爆炸。等等这类似的事情会引起就是这个注意，然后呢，北韩这边他也会做他的宣传，所以美国跟日本也把北韩、朝鲜当作一种提款机，要制造区域的紧张然后呢来去指责背后的真正的引武者，过去是中国，现在是俄罗斯大家都是这样讲，然后当然也同时强化合理化自己在这个区域的整个军事，尤其是日本存在的必要性，对，马上的这些预算都会加倍。但是南北韩的这个紧张情势会不会真的发生战争？也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也不要小看它发生冲突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它会不会被扩大？不至于。为什么？因为双方都有核子武器，双方都有核子武器，
所以到了那个临界点，就接近到可能会真的发生直接战争冲突的时候呢，那个后面的力量就会压制，就会劝服。然后呢，从头到尾，我认为北韩、朝鲜发展核子武器，只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自保。你想想看，小布希那个时候把它叫做邪恶轴心嘛，对，那个时候克林顿在1994年签署了框架协议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说我帮你盖电厂，那你要减少浓缩铀，可是呢，这个电厂就拖，那你看到北韩这边就觉得你其实根本就在骗我。对，美国倒过来也认为北韩在欺骗他，所以双方那种互信非常的低那这个北韩的核武之路就走到必然性，因为当小布希讲出和邪恶轴心，那个是2001年的时候，所以北韩就花了这个5年的时间在2006年就做了第一次核子试爆，到了2017年完成了一种最大规模的中子弹型的核子试爆，做了6次，之后你就看到他在这个飞弹技术上不断的想要突破，可是呢，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我想关键还是俄罗斯这个俄乌战争的关系，他取得了这些，所以他会比较一点信心满满。那现在我们担心他有一点就是接班的问题，因为金正恩的身体状况一直大家在质疑。可是你看他昨天还是去巡视军队啊，所以也表现出就是说其实还是在这个掌控中啊，不是他妹妹。因此我是觉得还是要很谨慎啊。你提款机提到后来其实搞到后来整个区域的紧张，这个都是很难预料的哈。但是呢基本上韩国人就南韩人民啊，跟我们台湾一样，其实不断的被勒索也，但有完全无感。你看它的股市跟台湾一样啊，涨成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势大家就觉得说，除非有下一阶段的再进一步的冲突，否则的话，它又是跟过去一样。但是呢，我觉得每一次那个强度都在提升。好，所以郑亮这边呢，其实刚刚有明解释的很好，就提款机跟出气包。提款机呢是韩国自己内部，如果政治上面来看的话，他遇到了挫折的时候，我就试着搓一搓你朝鲜，然后让你朝鲜反力激烈了之后呢，韩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就被解决了。所以这边是提款机的概念。那美国这个地方呢，它需要这个地方有个地缘政治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这时候呢，它就可以把政治上面去转向，可能是朝鲜背后的北京政府，或者朝鲜背后的莫斯科政府。早期是针对的是这个中国大陆，那现在针对的是俄罗斯。所以这边的情绪一直是在不断的被用政治的力量冲起来了之后，然后接着再把它给淡化，来制造政治上面的提款，不会擦枪走火吗？真的不会吗？不，尹锡悦这次就没有得逞啊，他民调还在下降啊。然后他的所属政党国民力量党的主席出来警告金正熙啊，说你以后不要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太太党主席就直接这样警告总统夫人，所以叫总统夫人不要出现在公众场合，说你会造成我们扣分。OK， 所以尹锡悦并没有他们的民情真强悍呐！不就是他们已经受不了了？事实上，金正熙绝对不是只有什么买了什么达到 CD 啦，对啊，他可能还有牵涉到介入股市啦，还有其他收礼啦，就跟某国的夫人很像这样。所以我觉得韩国的执政党已经忍无可忍了，因为尹锡悦已经不能连任了嘛，那你不能害我们都选不上啊。因为眼看着下一次可能又要轮到左了啦，因为他们是左右在轮替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局完全都是尹锡悦个人激起来的，包括无人机也是你，那当然我也认为他是在转移焦点啦，可是他并没有得逞那我觉得金正恩感到火大，当然无人机是一个短期的导火线啦。可是他本来就会越来越强硬，因为今年6月俄罗斯跟他签那个几乎就是集体安全的啦。你觉得跟俄罗斯作为靠山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是，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韩国真的介入这个俄乌战争介入太深了啦，那这也是尹锡悦造成的啊。还有尹锡悦跑去跟美国搞那个同盟啊，那一副要把美国的核武引进韩国啊，这也是空前的，
以前朴槿惠也没搞这种事啊，那好像拜托啊，你就在我这边弄个核武保护伞吧。那美国后来是没同意，就说我好了，我核子潜艇3不5时来绕一绕，他连这样都好，就这个人是没有国际政治的尝试到了极点啊。我说尹锡悦了，所以他是激怒了，我觉得是有史以来激怒就北韩就是北朝鲜了，激怒到了相当的程度了，这个以前从未发生啊。那因为这个韩国又介入俄乌战争很深啊，他是真的提供30万炮弹啊，而且还不止这样，他也参与了经济制裁啊。那俄罗斯就觉得莫名其妙啊，说你介入那么深是要干嘛？我又没有要打你，那结果我们知道北韩实际上本来一开始他就全力要投入俄乌战争的样子嘛，那后来俄罗斯从北韩这边拿到的炮弹，估计是超过100万。对，因为北韩啊，别的不强，炮弹的能力是很强。其实两韩都很强啦，因为他们从韩战之后都一直在制造，所以因为他们是陆地接壤，所以对他们来讲，战争形态那个炮弹战争没有结束嘛，对，所以大家都在备战，所以他们累积量数，可能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全世界没有这个地方这么多炮弹的了啊。那而且北韩最近已经被证实了 ，BBC 已经登出来了，已经在俄乌战场看到北韩的士兵，对，那估计至少超过1万人啊。那他是编入西伯利亚的部队，所以看起来就是亚洲人嘛，那所以北韩，而且你要知道，北韩那个对顿涅茨克啦、卢甘斯克独立，第一个承认的，然后并入俄罗斯也是第一个承认的，那这个小弟怎么那么好用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北韩有他的战略考虑了，因为我觉得他跟中国大陆最近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要牢牢的抱住大哥啦，好不容易有个大哥可以抱了，而且大哥现在也比较弱，所以也很需要弟弟来挺我啊。其实他们有互补性啊，就是不然我难以想象啊，北韩怎么会在这2、3年来各种飞弹啊突飞猛进？其实精准度有提升呢。这个俄罗斯没有协助我难以想象啊，还有包括超高音速导弹，没错，怎么那么快，通通都做出来了？没错，没错。而且那个北朝鲜有一个好处啦，跟白俄罗斯是一样的，就是俄罗斯如果要放狗咬人，他自己不好干，因为他是大国，你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是他如果要叫北韩、叫叙利亚、叫白俄罗斯动一动，那他不是他干的啊，可是他在背后啊。阿亮，所以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一次我们都说应该会点到为止嘛，大家都觉得可能就是摆场面就结束了。可是普京会不会有一个布局的考量是，反正利用你尹锡悦的无人机，我刚好让朝鲜半岛真的产生重大的事态的变化，然后让贺锦丽落选了。然后对贺锦丽落选，对啊，然后俄乌战争美国就无暇去顾及，就是会多一个焦点，对，分散你的力量。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因为以前北朝鲜就直接射火箭炮打延坪岛啊，对，以前就干过啊，又不是没干过。对，我认为是有可能。因为朝鲜半岛有任何的状况，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他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他在背后都是制止的。可是普京没有这个诱因啊，普京是可以要求他扩大的。我跟你讲，事实上，你看中朝关系，它的矛盾是蛮明显的啦。第一个就是核武嘛，中国大陆到现在还是坚持朝鲜半岛要无核化，对，这一点跟美国是一样的。对，俄罗斯无所谓啊，对，因为距离莫斯科那么远，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北朝鲜是被联合国制裁的国家，是公开通过的。我讲的是经济制裁。对，没错。军事制裁已经到期了，可是经济制裁还在。我印象中是2017年嘛，那个时候其实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是弃权，并没有投否决票。对，因为那时候核弹议题刚出来嘛，那中国大陆因为要跟141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所以他对于联合国的经济制裁案，他也不能做得太过分。他都遵守。所以北朝鲜最近对中国的不满就是，你怎么那么遵守啊？那这个会影响到他的经济嘛？
所以我觉得他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像这种议题，我认为中国大陆可能就是弃权，不好表态。可是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的了，就是说俄罗斯他要进亚洲嘛，那谁是他的那个出手的棒子了？很可能就是北朝鲜。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事态的发展，因为我认为他会乐于配合，帮俄罗斯来出手。OK 好，而且你要知道啊，金正恩跟川普见过2次面，他是乐于看到川普当选。现在全世界有3个紧张地区金正恩、普京跟内塔尼亚胡都希望川普当选。对，没错。Yahoo!